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你是不是跟我一樣，每年看到那些全球氣候高峰會的新聞，心裡都有一種很深的無力感？感覺就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聚在一起，講了很多漂亮的場面話，但好像世界還是在原地踏步哈。不過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真正的進展往往不是來自那些你想象中的傳統強權，而是從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的。OK， 今天我們的探討會分成幾個層次。首先，我們會直接面對一個最尖銳的問題：全球合作是不是真的已經沒救了？接着，我們會重新校準一下多邊主義這個概念，你會發現我們可能一直都搞錯重點了。再來，這部分超精彩，我們會看到小國是如何發揮出那種以小博大的驚人影響力。然後，我們來展望一下未來的氣候峰會到底該怎麼轉型才有用。下一步，我們會深入探討為什麼那些頂尖的學術研究總是沒辦法順利變成有效的政策。中間到底卡在哪裡？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會把這些國際級的洞察拉回到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思考一下你自己的那個槓桿支點到底在哪裡。好的，我們直接切入痛點。每年年底新聞媒體都會鋪天蓋地報道聯合國的氣候峰會，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 COP。但說真的，大部分人看完之後的感覺大概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各國代表在會議上吵得不可開交，但最後拿出來的成果好像總是一些沒有強制力、聽起來很空洞的承諾。這種普遍的失望感其實是有原因的，這就引出了一個很多人心裡的大問號。這些花了大把鈔票、動員了超多人的大型國際會議，究竟是真的要解決問題，還是說它其實更像是一場精心安排好的政治大秀？這個問題問得很直接，但也點出了現在全球治理正面臨一個深刻的信任危機。而且這種挫折感不是我們自己亂想的哦。你看，在2023年秋天，非常有分量的《外交政策》這本雜誌就用一句話來當標題，他說：“多邊主義已走了盡頭。”哇，這句話非常重，但也幾乎完美的捕捉到了當時主流媒體跟大眾對於全球合作的那種悲觀氣氛。這表示這種失望已經變成一種很普遍的看法了。不過，接下來我們要提出一個可能完全顛覆你想法的觀點。這個觀點認為，問題的根源或許不是多邊主義這個系統本身壞掉了，而是我們怎麼去理解它，還有更重要的是裡面的玩家們是怎麼在裡面互動的。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思維轉換。這裡的對比就非常重要了。一般人的直覺反應就是把問題怪到一個很抽象的系統頭上，覺得這個系統已經過時了，壞掉了。但是很多專家的診斷，像是哥斯達黎加的前總統阿爾瓦拉多，他就反思說，不對，問題不是出在系統，而是出在系統裡的參與者，也就是每一個國家並沒有拿出誠意來好好合作。所以我們的焦點應該從抱怨系統轉移到去檢討參與者的行為才對。為了更精準地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多邊主義到底是什麼。它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可以號令所有國家的世界政府。它沒有軍隊，也不能強迫任何國家做任何事。它其實更像是一本共同的遊戲規則手冊，提供一個平台跟框架，讓大家可以坐下來好好談。所以它的成功或失敗，100%是取決於來參加的人到底有沒有心要合作。好，那當我們搞清楚問題的症結常常卡在大國之間的政治角力之後，一個更有趣的故事就開始了。當那些巨人都在原地踏步、動彈不得的時候，到底是誰在真正的推動世界前進？答案可能會讓你很驚訝，是一群我們平常習慣叫他們小國的國家，他們正在上演一場現代版的大衛與歌利亞的戲碼。這裡有一個超級生動的比喻，是來自於當初促成巴黎協定的關鍵推手克里斯蒂亞納·斐格雷斯。他曾經對哥斯達黎加的前總統說：“你想象一下，現在有一條高速公路，上面塞滿了大卡車、大轎車，全部都卡死在那邊，這就像是全球談判的僵局。
但他接着說：“總統先生，你有一輛自行車，這輛自行車就是哥斯達黎加的國家脫碳計劃。你可以騎着它在車陣裡面靈活地穿梭，沒有人可以擋你。最重要的是，你會為所有人指引出一條可以走的路。”你看哦，哥斯達黎加這台自行車可不是隨便說說的，他們的歷史就充滿了這種大膽又含有遠見的行動。早在幾十年前，他們就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廢除軍隊，把國防預算全部拿去投資在教育跟人民的福祉上。近年來，他們又是第一個啟動全國脫碳計劃的國家，更聯合其他國家一起推動保護全球30%海洋的30×30倡議。這些具體的行動都在證明，小國絕對可以成為改變的催化劑。而且哥斯達黎加不是特例哦。你如果去回顧歷史，會發現很多重大的全球環境議題火苗都是由小國點燃的。比方說，早在1980年代，是地中海的一個島國馬耳他第一個把氣候變遷的威脅帶到聯合國的議程上。還有我們今天在談判的全球塑膠公約，最早的倡議者，你猜是誰？是盧安達和秘魯。你看，這已經形成一個非常清楚的模式了。所以在這裡呢，我們真的需要重新定義一下“小國”這個詞。它不是一個代表弱小的標籤，正好相反，它是指那些懂得以小博大、影響力遠遠超過自身規模的國家。他們的力量來源不是傳統的軍隊或經濟實力，而是來自於他們展現出來的勇氣，以及在特定議題上建立起來的道德權威。這種力量有時候比航空母艦還要更有影響力。OK， 了解了小國的潛力之後，我們再回頭來檢視那些大型的氣候峰會。如果真的要讓他們變得更有效，那未來的改革方向應該是什麼？答案很清楚，就是必須從一個充滿政治口水戰的場合，轉型成一個真正的行動平台。這個對比就很清楚地揭示了改革的方向。過去的 COP 模式說白了，比較像一場政治景觀，充滿了談判、承諾跟各種政治算計。而理想的未來模式應該要轉型成一個年度的進度審查大會，各國來開會，不再只是去討價還價，而是必須要很透明的報告，你過去一年說好的事情做到了沒有？落差在哪裡？接下來要怎麼補救？焦點必須從談判轉移到執行跟問責。為什麼說光是承諾的模式已經沒用了？一個數字你就懂了。目前全世界在氣候融資上的所有承諾加起來，跟實際解決問題需要的錢之間，存在着好幾兆美元等級的巨大鴻溝。這就凸顯了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更強調執行力的機制，而不是繼續停留在畫大餅的階段。接下來我們來聊一個常常被忽略但卻超級關鍵的斷層，那就是學術界的那些頂尖研究跟政府的實際政策之間，為什麼好像總有一道跨不過去的鴻溝？很多寶貴的洞見，最後都只是靜靜地躺在學術期刊裡面。這個問題真的觸及了現代治理的一個核心困境。我們明明有這麼多頂尖的科學家、專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但為什麼第一線的政策制定者好像很難有效地把這些好建議轉化成具體的行動？關於這點，哥斯達黎加前總統阿爾瓦拉多卸任後的反思就非常到位。他提出了3個關鍵：第一，要重新框架問題。他坦白說，如果重來一次，他會用一個更能連接到人民生活的名字來取代脫碳計劃這種很技術性的詞彙，因為重點永遠是人，而不是碳。第二，要打破那種由上而下一套方法打遍天下的迷思，認為單一的解決方案可以在全世界複製，這種想法是很危險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把權力下放，賦予地方社區力量，讓他們能創造出最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所以總結來說，這是一個根本性的關係轉變。理想的模式不應該再是單向的，由科學家高高在上地的告訴決策者該怎麼做，而應該是一個雙向合作的過程，是一個共同創造知識的過程。學者必須主動去理解決策者面臨的難題，這樣產出的知識才真正有改變現實世界的力量。好的，我們把前面所有的討論全部收攏到一個最終的結論，到底要怎麼找到那個足以撬動整個系統的槓桿支點？
這個道理不只適用於國際政治，也適用於我們每一個人。我們再一次回到克里斯蒂亞娜·菲格雷斯的這句名言：不可能不是一個事實，而是一種態度。這句話可以說是貫穿今天所有案例的核心精神。不管是哥斯達黎加決定廢除軍隊，還是盧安達要去推動全球條約，最初肯定有無數的人跟他們說這不可能，但他們用行動證明了，所謂的不可能，往往只是一種僵化的思維模式而已。如果今天所有的內容你只能記住一句話，那我希望是這一句：真正的顛覆性的改變，極少極少是從傳統的權力中心發起的。變革的火苗往往來自邊緣，來自那些不被看好，卻擁有道德勇氣和靈活行動力的個人或組織，就像那輛在車陣中靈活穿梭的自行車。最後，我想把這個問題留給你。在你的世界裡，不管是你的公司、你的社群，還是你個人的職涯發展中，一定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交通堵塞。那麼，那輛專屬於你的自行車是什麼？是哪一個看起來很小，卻能夠打破僵局，為大家指引方向的行動？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都好好深思的問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全球合作的僵局，問題往往不在系統本身，而在於參與者缺乏合作的意願跟行動。第二，小國正憑借着勇氣跟道德權威，成為推動全球議程的關鍵力量，就像是在車陣中穿梭的那輛自行車。第三，要讓改變真的發生，我們需要重新框架問題，並且讓知識與政策能夠雙向合作，共同創造。最終，無論在哪個層級，找到那個以小博大的槓桿支點，就是打破僵局的關鍵。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